虽然我也受不了这样的吵吵闹闹，但是我跟风腾实在安静的太可怕了。我们私下从来没有针对婚礼讨论过任何事情。这样像一对要结婚的人吗？你到底是打定主意要结婚，还是在盘算怎么不结婚啊？许小姐，药熬好了啊，谢谢。不用喝。为什么？来了来了，他终于要说出口了吗？打算暂停婚礼，还是根本就想取消？你又没病，喝什么药啊？你想生孩子需要的是我，不是中药。所以，你还是不想太早生小孩啊？刚结婚的两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二人世界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什么意思？那如果磨合不来呢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将来生的小孩长什么样啊？没想过。不过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像我。哼，大老板，你可以再自负一点吗？你知道你这种自信多折腾人吗？像你呢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像你，像我比较可爱。很快这个年纪要过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跟我妈说一下我跟风腾要结婚的事儿？喂，珊珊。喂，妈，是我。你在忙吗？哦，还好还好，就在烫一条裤子呢。你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挺好的。那个，你有没有跟爸提过我跟风腾的事儿啊？哦，还没呢。会的会的啊，我会跟他说的。他就在我边上。原来爸还不知道风腾，这下子要我跟他们说我要结婚。喂，珊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妈，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事儿，先不跟您说了啊，改天再给您打啊，拜拜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自己也当心一点啊。珊珊要你跟我说什么啊？哦，让你当心身体，多保重，还能说什么？没说喜欢他那个男人的事啊？没有没有，年底了，他公司忙着呢。薛珊珊，都要结婚了，爸还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呢，这样真的结得了婚吗？今天的菜不合胃口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是在想，我是该带你回老家看我爸妈呢，还是把他们
带来上海。当然是要我们去你们家了。是啊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不急，等婚期定了再说。问题是，婚期要什么时候才会定下来啊？珊珊他爸，这不年底了，咱们家是不是该粉刷一下呀？不用了，每年都这么过来的。粉刷什么啊？打扫一下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。那珊珊如果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呢？就你上次跟我提过的那个啊？啊？哎，这样不行，我得给圣山打个电话了解清楚。哎呦，你这急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啊？怪不得女儿都不敢让你知道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这女儿谈恋爱找对象，我做老爸的关心一下不可以吗？我就上次听你说那个对象是不是很有钱？我是怕女儿受骗，我是保护她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冷静一点嘛。那你还记得上次珊珊生病开刀吗？她男朋友还不是放下工作亲自照顾到她出院。那珊珊也是看她这么真心的对待自己，又不嫌弃她生病，才同意和她交往的嘛。可是这个啊，好了，咱们家不粉刷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啊。哎，说不定没几个月他们就不在一起了，是吧？其实你就让他们俩交往试试看嘛。你干涉这么多，珊珊30岁了还嫁不出去，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30怕什么？那这样吧，你叫她过年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一看。这个，啊，好吧，那我让珊珊暗示他一下啊。哟，这带回来是不是显得珊珊太认真了？咱们珊珊可不能主动提啊。要不让珊珊自己做决定吧，好吧？她觉得能带回来的话嘛，咱们自然也就看到了。哎呦，你要是实在不相信她的男朋友，那总该相信女儿吧？珊珊可不是那个浮华的人，是吧？那些财大气粗的，她还看不上呢。哎呦，好了，别想了，啊，算你的账啊，算你的账。哎。说交了个男朋友就这反应，要真告诉他和大老板交往，这屋顶还不被他掀了。唉，珊珊怎么偏偏和大老板交往呢？这女人真是太麻烦了。你说我不说话吧，嫌我漠不关心；说了呢，又嫌我挑剔。她说啊，她一生只当一次新娘，得谨慎。那我不只当一次新郎吗？丽叔他一向很有主见，你不是就喜欢他这一点？你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哎，你倒好，婚礼所有麻烦事交给风月帮你处理。珊珊呢，又那么好说话。你说你这新郎当的怎么就那么轻松呢？啊？你说果然这谈恋爱跟结婚就是不一样啊！你说我正奇谈恋爱至今，累积了多少经验？就没有我猜不透的，没有我哄不好的女儿。就这个袁丽书，她到底想什么呢？他就是这样一个个性，你只要跟他道个歉，一觉醒来不就没事了？我还道歉啊？哎，这个你知道啊？自打我们要结这个婚，我跟他道了多少歉？反正都这么多次了，你也不差这一次。再说，这好像是唯一的办法。哎呀，我可
可真是羡慕你啊！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儿跟你闹过一次吧？什么都听你的。这个薛珊珊啊，是真的聪明，懂得给你留面子。哎，私底下也不跟你吵吧？命好啊！关于这次的意向，希望您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。好，等防火墙的全部计划我整理好以后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汇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那几位留步吧。啊，那辛苦你了，薛小姐。不辛苦。那您慢走啊。再见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大老板，还顺利吗？算顺利吧。说实话，我还有点紧张。大集团里果然是人才济济，大家的思维都很缜密，我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呢。封腾，哦，在这儿没有人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当然。既然碰见了，我想多跟你聊几句。自从珊珊动手术以后，我很明确，你是完全可以保护她的人。但说实话，珊珊最近有一些顾虑，毕竟你们俩是因为孩子的事才决定结婚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珊珊又确定没有怀孕，我们都很感动。你还是负起这份责任，说要跟珊珊完婚。但是你知道的，女孩子嘛，总是会想的比较多，她会考虑你究竟是因为有了孩子而要娶她，还是因为真心爱她而娶她。虽然珊珊嘴上没有说，但并不代表她不会想，不会期待。我好像说的有点多了。不会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像有没有孩子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我可真是羡慕你啊！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儿跟你闹过一次吧？什么都听你的。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. Sometimes I figure there's another lacking imperfection. Sometimes you've been hurt,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. Sometimes you'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. 丽叔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也是一个处处要求完美的人。唉，但就是你的坚强好胜，所以你常常忘记，其实你也需要一个肩膀依靠。我愿意做你永远的肩膀，给你依靠。我不在乎婚礼上放什么花，有什么音乐，喝什么酒，吃什么糕点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只在乎你。我也在乎你。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就是想让我们的婚礼有一个完美的记忆，不想留半点遗憾。所以，那我在乎的是不是也应该是你在乎的？当然，你在乎的就是我在乎的，所以我不允许我们的婚礼有半点遗憾。我准备了梅丽老师的婚纱，她同意帮你定做婚纱了。真的？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，只要婚礼上有你，我就没有半点遗憾了。
凤腾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如果不是误会我怀孕了，你还会跟我结婚吗？如果不是你怀孕了，我不会这么早想结婚的事。那既然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那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？你完全可以取消这场婚礼啊！如果你还不想的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我们的婚礼，还有我们的未来，没有丝毫的期待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。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，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，我怕你处理不来，所以才全权交给风月来处理。其实在我心中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仪式。我不是冷漠，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这个戒指是从我祖母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，它只传给我们封家的媳妇儿。这个戒指代表着过去，站在这里的我们代表着现在。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指上，代表的是我们的未来。薛珊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你愿意嫁给我风腾吗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许下了诺言，这份爱没有期限，绝不会搁浅。珊珊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律师。哦，张律师好。你好。坐吧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一眨眼，我在你们家做律师已经10几年了。你都要成家了，你看，要是你爷爷能看到这幸福的时刻，该多高兴啊！过2天就是爷爷的忌日，我会带珊珊去看看爷爷。好。哎
总是大喜事儿。好，不说这个，咱们说正事儿吧。这个婚前的协议呢，包括2个部分，是主协议和赠与协议。那么，封先生跟我说，昨天呢，他已经给你解释过这个主协议的意思，主要就是把你和集团的利益分开。关于这部分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是啊。那好，这里呢是赠与协议，它包括了封先生名下所有的房产、商铺、珠宝首饰、股票以及股权基金。这也是你和封先生结婚以后暂时能够得到的所有。这么多，而且昨天封腾没跟我提这些呀。当然了，这是你能得到的所有的不动产，还包括我们封先生这位动产。张律师，我记得那个基金和股票算是动产吧？你说的没错，股票和股权基金从传统意义上来讲，应该属于动产。但是，鉴于现在这个特殊情况，跟封先生比起来，他们不就显得像不动产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封先生是股票和股权基金的结合，生来就带有货币符号，当然显得流动性就更大了。所以呀，小姑娘，你可要好好经营哦。这些呢，我也只是说个大概，你要仔细看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来问我。这么厚一堆，从哪里看起啊？协议，我只签这一张。就一张？这……张律师，我跟珊珊单独商量一下。好，那你们俩再商量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让你签这些，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没不高兴。那为什么不签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而且你昨天只跟我说有主协议，没说有其他的。主协议是爷爷在风月结婚的时候拟定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团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受影响。这些赠与是我风腾所有的个人资产。主协议我没有意见。既然主协议保障了集团利益，那我也要保障你的利益。这些赠与就是让你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至少还可以拥有这些。您是怕将来的你会亏待我？不是，我可以把这些档案资料都当成是废纸。但珊珊，岁月太长了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至少你拥有这些，我可以少一份畏惧。风腾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这间公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当中，
只有那间公寓拥有我们共同的回忆，这才是我最想珍贵的。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模糊了我们的感情，模糊了我们关系的焦点。再说了，我是跟你结婚，又不是跟钱结婚。没有你的话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如果没有你，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不欠这些，将来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是你只有我了。妈，我要结婚了。